條影片咧要多謝 Sadie eSIM 嘅贊助嘅。以前咧我哋去旅行啊，就會喺網上訂啲 SIM 卡或者咧去實體店咧買一啲嘅實體卡㗎。咁但係而家唔使啦，而家咧只需要咧 download個 app 喺 Sadie 嘅 app 裏邊咧就揾到你唔同嘅國家，咁啊唔會手忙腳亂，又驚唔見咗自己張 SIM 卡喎。咁啊甚至乎咧有時去唔同國家旅行嘅話咧，咁你根本上一個 app 就得㗎啦嘛，一個 app 咧你就可以咧喺唔同國家切換唔同國家嘅 plan。咁啊，你去幾多日，用幾多個激數，全部可以用一個 app 咧就解決晒噶。咁而且咧，佢個 app 咧仲有一個功能，可以隱藏到你嘅 IP， 加上咧可以 block 咗一啲嘅廣告啦，同埋一啲嘅網站唔會自己彈出嚟，令你去旅行嘅時候喂，網上付款啊，或者係各方面嘅資料咧更加有保障。而且咧，佢 app 裏邊咧可以實時睇到咧你嘅流量嘅，唔夠用可以即時增值，唔使又去買翻張卡啦，夠晒 user friendly。而且佢仲支援到190個國家。咁啊，可以 download 個 app 咧睇就知啦。萬一你部機唔啱用嘅話咧，佢可以免費退款，試用係冇風險嘅。咁當然你要 check 下你部手機係咪支援 eSIM 功能啊。記得啦，用我呢個 QR code 咧去買 pad，可以有85折嘅，或者喺埋單嘅時候咧入優惠碼 Gavin， 亦都可以咧獲得優惠啊。出 trip 咧用得着，就算而家用唔着 download 定啦，總有機會用得着嘅。多謝大家支持。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7月29日啊，咁啊，即係我今日繼續要講下咧英國解密檔案啦，因為好多人咧講社會問題咧、時事問題咧，成日咧用一啲嘅佢哋自己嘅想像去講嘅，唔係從歷史現實去講嘅。譬如話英國人欠咗香港人，因為英國人冇俾香港有公投，呢種講法咧係完全咧係錯誤嘅，因為點解咧？英國人咧係有爭取過俾香港人有公投，但係咧鄧小平就反對。有啲人話咁你反對就唔做噶啦。咁啊，現實就係要考慮你有冇 card 啊嘛 ，you have no card， 你係冇 card 啊，英國人個原因係點解啊？就因為咧一開始戴卓爾就係希望香港維持現狀，咁鄧小平話唔得喎，喺1981年或以前咧，鄧小平也好，或者再早期嘅周恩來也好，都認為咧香港問題咧喺97年咧係可以維持現狀，或者要回歸。佢係模棱兩可嘅，無論見到任何嘅中國領導人咧，包括趙紫陽、胡耀邦都係咁講。咁即係話喺1982年以前咧，北京其實係未諗定係咪要回歸，但係去到1982年咧就確定要回歸啦。當佢確定要回歸嘅時候咧，戴卓爾認為香港可以維持現狀，鄧小平話唔得，一定要回歸。咁好啦，爭取唔到喎，鄧小平就話咧，我哋可以解放軍咧半日就渡河啦，半日就渡過呢個深圳河、深圳灣。經羅湖橋入嚟，咁你係冇可能防守到嘅。當冇可能防守到嘅時候咧，你就要面對現實。咁好，然後咧英國人喺戴卓爾夫人嘅談判底下咧，佢哋解密檔案而家睇晒啲資料啦，佢哋係爭取咧喺香港要舉行公投。周南就代表鄧小平就堅決反對，認為咧公投咧係會挑戰中國嘅主權。中國人係唔能夠接受公投嘅，因為公投就代表主權在民啊嘛。中國共產黨咧，佢哋個理論就由少數嘅先進階級去帶領大部分嘅無產階級噶嘛，係唔接受人民公投嘅。人民公投咧就即係否定咗先進階級共產黨黨員領導嘅一種基礎理論，咁所以佢哋不能接受公投。咁而英國人冇辦法推展咁佢哋推展民主回歸啦，喺香港搞民主，結果又俾呢個中方反對。最後咧喺8964之後咧，彭定康先嚟到推行咧有限度嘅民主改革。咁如果佢推行大規模嘅民主改革咧，其實根據英國解密檔案啦，因為解密檔案咧就30年要解封嘅，有啲高度機密嘅咧就50年嘅解封，或者等一啲重要人物死咗之後咧就解封。我哋而家睇到40年代楊慕琦計劃啦，50年代英國同中國嘅周恩來書信嘅文件，以及咧呢個60、70年代麥理浩3次喺香港咧諗住推行民主化，結果都係俾北京反對。無論係周恩來或者係廖承志，佢哋反對，認為咧喺香港推行民主就係對北京嘅挑釁，會係馬上收回香港嘅。咁所以英國咧要考慮到3個利益噶嘛，英資喺香港數以億磅計嘅投資，第一。第二就係英國嘅公務員喺香港嘅管治，佢哋嘅人身安全。第三就係香港市民嘅福祉。所以咧，基於呢3樣嘢咧，香港一直冇推行民主。而喺80年代嘅中英談判咧，亦都冇辦法咧同北京拗手瓜。佢哋提出過無數，甚至乎喺基本法撰寫嘅時候，當時北京嘅諗法就係要用呢個嘅協商，但係英國人咧就提出一定要選舉。
最後咧英國人企硬，咁北京覺得選舉都無妨嘅，選舉都可以用中國特色嘅選舉啊，結果就變成咗呢個選舉委員會選舉，選咗董建華出嚟啦。咁但係如果唔係英國人爭取咧，連選舉都冇，就變成協商嚇。咁啊，就係等於佢哋中方嘅諗法就係，喂，你哋都可以派港督嚟啦，點解我哋唔可以派個官員嚟嘅？後來佢哋諗下，都係推選一個香港人啊，港人治港就好過港督啊，有進步啦。呢個係中方嘅諗法。我哋今日咧繼續導讀下啦呢個英國解密嘅資料啦，就係英國檔案中嘅香港前途問題，我哋做咗筆記。咁咧戴卓爾夫人咧諗極都諗唔到辦法點樣解決問題。咁其中咧佢又諗咗個方法，不如確定要回歸啦。當佢確定要回歸嘅時候，可以行新加坡模式啊。當年咧馬來亞要獨立啦，咁然後英國人都諗咗，喂，有一種叫做自治邦嘅，可以讓咧馬來亞獨立嘅情況底下，新加坡人咧都可以維持到即係以華人為主嘅一個政治體制又同英國有密切關係嘅法治體制，呢個叫新加坡模式。咁所以咧戴卓爾夫人咧率先提出咗戴卓爾夫人嘅新加坡自治模式。1959年嘅時候咧，英國殖民地新加坡啊嘛，當時就變成咗自治邦。後來咧，新加坡由李光耀即係帶領下咧，自治邦啦，成為咗立法院裏邊第一大黨啊，然後就成為自治邦嘅總理。咁簡單嚟講，呢一種模式即係咩？名義上回歸中國，實際上香港係一種自治，而唔係咧北京後來所講嘅高度自治。自治即係完全自治啦，新加坡模式即係完全自治。佢哋嘅主權係屬於呢個嘅馬來亞嘅，咁但係咧治權咧就完全屬於新加坡人，由新加坡人自己選出嚟喎。呢一種係一種民主化底下嘅新加坡模式。咁香港咧當時喺戴卓爾構想底下咧，都係用呢種嘅方法。嗰陣時係幾時咧？根據呢個解密文件咧，呢一個係嚟自1983年嘅10月6號，中英談判剛開始嘅時候，英國人當時係諗住係用呢個嘅50年不變，係要用呢一個嘅自治模式嘅。咁但係後來北京認為自治即係等於獨立啦，西藏自治咩即係西藏獨立咯，新疆自治咩即係新疆獨立咯。中國人一定係要由共產黨去領導噶嘛，所以就要高度自治。高度自治即係有限制啦。如果自治即係冇限制喎，所以高度自治就唔係真正嘅自治嚟噶嘛。咁即係呢個係有好多掣肘底下嘅自治。所以咧當時咧就係英國高層就係指示咧駐華大使柯達利同中方表達呢種咁嘅信息，但係中方咧馬上拒絕咗啦。呢個係10月6號嘛，喺10月14號裏邊咧就已經拒絕咗，就冇可能係咁樣做嘅。英國係冇可能再堅持以英國管治為前提。中方咧認為咧必須要無論係主權同治權咧都要交由去中方手上。咁當時咧喺英國咧嘅管治下，香港有啲殖民地嘅人士啊嘛，有啲殖民地嘅精英，當時首席議員行政局嘅首席議員鍾士元同埋呢個羅德成咧就質疑英國咧，喂，唔夠強硬，竟然咧輕易讓步。咁點解會唔夠強硬？點解會輕易讓步啊？而家就係睇到啦，而家就睇到解密文件啦。呢個解密文件咧當時就清楚指出啦，喺10月25號，因為 the game was over， 係冇可能同呢個嘅北京咧強硬，因為北京會馬上收回。如果馬上收回嘅話咧，即係代表咩意思啊？英國人喺香港嘅所有利益都會化為烏有，而香港人原有嘅生活咧亦都唔再有咯。馬照跑，舞照跳舞。如果佢收回，梗係用強硬嘅方法收回噶嘛。用強硬嘅方法收回，仲會同你氹氹，仲會搞50年不變。所以英國人就考慮到呢一點，就係知道咧佢嘅對手係共產黨，唔係阿根廷福克蘭群島係有勝算，對共產黨係絕無勝算。當對共產黨絕無勝算嘅時候，英國人就務實啦。就既然係咁，喺穩定英國嘅利益底下，繼續同北京談判啦。呢個係當時咧個政治現實嚟。咁所以香港人咧好多咧就話咩英國人欠咗我哋，嗰啲係完全忽略咗政治現實咧嘅想法嚟。好，第二個問題啦，就係英國屬土公民呢個 BDTC 咧，英國屬土公民。喂，呢個咧有啲人就話喂，以前香港係喺70年代可以隨意去英國生活嘅，但係1981年咧就有咗個國籍法。
呢個國籍法咧就一定要居英5年，所謂5+1啦，就嚟自1981年嘅國籍法嘅。咁啊，去到1984年嘅3月嘅時候咧，當時咧北京咧就留意到喎，因為所有嘅香港當時嗰啲人咧，大部分都合資格嘅人士都攞咗呢個 BTTC 嘅護照，包括我當年都有呢個 BTTC 嘅護照啦，不過而家冇保留到嚟，所以就唔見咗本護照好多年噶啦。咁啊，但係當時英方咧就希望咧，97年前出世嘅香港人全部可以保留呢個 BTTC， 而咧97年以後出世嘅，只要佢父母有 BTTC 咧，都可以延續嘅。但係喺周南呢個北京咧，當時又派咗周南去討論，周南絕不容許中國公民有雙重國籍，亦都唔接受中國國籍下嘅香港居民設立另外一個特殊嘅公民身份。佢強調咗咧，中方嘅立場咧就係英國屬土公民嘅身份同中國嘅主權係相違背嘅，呢個係絕不能討論嘅問題。所以當時喺1984年嘅解密檔案3月27號，英方係爭取咗俾香港人係有 BTTC， 而香港人嘅仔女繼續可以維持 BTTC。一旦你有咗呢個英國屬土公民咧嘅身份，你就喺英國咧可以有合法居住5年。而5年後又可以咧，即係成為英國嘅即係本國嘅公民喎。咁就好似葡萄牙人咁啦，擁有呢個嘅歐盟護照喎，可以係咁嘅情況喎。咁所以咧，當時英國係爭取咁樣嘅，咁但係咧係絕不容許。經過4年嘅談判咧，英國就跪低咗啦，妥協咗啦。喺87年嘅時候咧，就廢除咗呢個 BTTC， 改為 BNO。而呢個 BNO 咧唔係英國屬土公民。BNO 咧只係一個旅行護照，佢唔係一個國籍嚟嘅，中方係不承認，而英方係讓步咗，而寫明咗咧 BNO 係唔可以咧延續俾下一代。呢個就係中英雙方談判嘅時候出嚟最後嘅結果嘛。英國人係努力爭取過嘅，但係中方就唔同意。當你中方唔同意，你可以有咩卡啫？你冇卡你鬧反咗佢馬上收回。即係當時戴卓爾就面對呢個問題，所有嘅問題咧，鄧小平都話傾唔成，我哋就收回。葡萄牙人唔同葡萄牙人咧，佢話傾唔成，你收回。葡萄牙人話好你快啲收回啊！葡萄牙一早想退出澳門嘅啦，喺70年代東帝�盟印尼嗰啲咧，佢全部都想退出嘅，香港唔同，香港係個生金蛋嘅雞啊嘛，澳門或者係東帝�盟嗰啲全部係虧本嘅嘢嚟，所以咧葡萄牙人又唔驚你，佢就話我有卡你要收回我就即刻走，我聽日拍拍籮柚走啦。葡國人話，北京係仲驚啊嘛！你聽日拍拍籮柚走，我哋未 ready， 未準備好維持澳門嘅繁榮穩定。如果澳門回歸咗繁榮穩定不再，香港人肯定信心動搖。佢哋仍然需要香港啦，作為一個國際航運樞紐國際金融中心一個所謂嘅超級聯絡人仲需要香港嘅角色啊嘛。所以咧，香港當時咧就係同澳門嘅情況係唔同嘅。呢個係即係第二個資料啦，第三個資料啦。即係居英權計劃咧，第三個資料就係咩？即係喺呢個嘅8964之後咧，當時咧有325萬人係持有呢個 BTTC 嘅，可以居英喎。咁64發生之後，6月19號至24號，當時咧就鄧蓮如同埋李鵬飛飛赴倫敦為港人爭取 BTTC 嘅居留權。6月15號咧，英國嘅內閣開會啦，表示咧，喂，係需要俾嘅，咁所以咧就制定咗一個計劃。呢個計劃咧就係分咗3個 level，level 1、level 2、level 3。level 1咧就係64後咧香港嘅信心危機啦。如果信心危機咧，佢哋就覺得冇需要俾300幾萬人走嘅，因為如果你俾300幾萬人走，即係同北京要進入戰爭狀態，佢哋覺得冇需要。第二個 level 咧就係屬於動亂，如果香港出現大規模動亂，好似6·7暴動咁，佢哋就優先撤出咗香港嘅公務員。優先撤出咗咧英資咁呢個係一個緊急嘅計劃，黃色計劃。如果紅色咧就係香港陷入咗戰爭狀態啦，佢哋就計劃咧要撤出超過100萬嘅香港人嘅，已經係調動咗喺巴哈馬嘅船，調動咗澳洲嘅船即係咧將香港人咧先撤去台灣同撤去澳洲。喺台灣、澳洲再等待咧其他嘅船去救援，已經係制定咗計劃。而家呢個解密資料最近呢個星期公開咗啦，我哋就知道。所以英國人並唔係完全冇計劃，但係問題香港冇發展到成為紅色啊嘛。紅色即係要戰亂，解放軍大軍壓境。黃色都冇發生過，冇發生過6·7暴動嘅即係再版。
咁所以當時就係只係呢個嘅綠色嘅情況底下咧，就只俾高級警務人員、高級公務員同埋專業人士黎智英啊、梁振英啊、林鄭月娥呢啲人咧5萬個香港家庭居英權嘅。所以咧呢個英方咧已經喺呢個8964嘅時候制定咗。而家咧我哋解密文件係3份裏邊，我哋睇咗2份，仲有一份係90年嘅，90年咧仲未解密，咁可能咧過2年咧有機會我就爭取英國嘅政府再解密呢個文件，我會即係寫信俾當局睇下有冇機會可以睇到。嗱，咁好啦，喺呢個嘅89年嘅7月27號咧，中方係見到呢個嘅英國咧有打算撤僑嘅可能喎，咁所以咧呢個嘅衛奕信咧呢個 David Wilson 衛奕信咧即係喺香港做總督啦，當時係佢喺英國咧好多香港人都撞到佢識聽廣東話噶嘛，識聽中文嘅，咁佢就好保守嘅一個殖民地官員嚟嘅。當時衛奕信就表明啦，香港嘅生存一直以嚟咧係賴於咩？容忍強鄰即係呢個中國啦，亦都係對方容忍佢，互相容忍嘅。對於支聯會呢啲支援內地嘅民運咧，衛奕信咧表示不斷測試中國嘅容忍咧係愚蠢嘅，必須要盡量減少俾中國政府用強硬嘅藉口。如果香港成為推翻中國政府嘅一個地下運動基地咧，非常危險。咁衛奕信係以保守見稱，佢同彭定康完全唔同。咁但係事後睇翻去到19年嘅時候，香港嘅大規模呢個嘅挑戰北京咧，咪即係導致到衛奕信嘅1989年嘅時候嘅預言啦，就會佢其實等緊你搞佢，你一搞佢咧，你係咁嗌下口號咧，佢可以容忍你嘅。但係咧，如果你真係諗住要推翻佢要光復香港嘅，佢就等咗呢個藉口好多年噶咯，佢就要強硬鎮壓你。所以司徒華也好，衛奕信也好咧，佢哋係熟悉呢個北京嘅。即係懂北京嘅思路。彭定康咧就係典型嘅西方政客，佢哋係爭取英國人或者香港人最大嘅利益，但係佢哋較少留意對手嘅。香港嗰啲社運人士都係，佢哋爭取自己利益，但係爭取利益嘅時候咧，佢哋往往咧唔考慮對手嘅想法。衛奕信咧就即係講呢啲不討好嘅說話啦，但係就係有一定嘅道理。好啦，然後啦呢個中國強烈鎮壓民運之後咧遭受到西方制裁。夏米納就係當時嘅特使啦。夏米納就話啦，根據佢嘅經驗咧，中方慣常嘅策略咧就係通過第三方接觸嘅。如果後來咧唔順利嘅話咧，雙方都冇失面子嘛。所以83年咧，佢獲邀北京咧負責呢個嘅同中共會面就係第三方啊。咁亦都係事實證明啦。好快英國咧就同呢個嘅北京恢復翻關係，就並冇進入到制裁嘅一個長時間制裁，因為香港仲有玫瑰園計劃，仲有龐大以千億嘅投資，所以英方咧亦都係選擇跪低。好啦，去到呢度最重要嘅一 part 咯，就係李嘉誠入籍英國大計。我哋都知啦，而家解密文件都知，89年之後咧，李嘉誠咧就爭取入籍英國，因為咧81年就改咗國籍法啊嘛，所以李嘉誠如果要入籍英國咧，佢都要喺英國住5年，但係問題佢冇可能喺嗰一刻去英國住5年啦，佢係北京重點嘅統戰對象，除非佢放棄香港嘅生意啫。而嗰陣時咧仲未有居英權計劃，咁所以咧佢用投資移民嘅話，又要喺英國坐移民監噶嘛。所以問題李嘉誠到底有冇英國嘅護照咧？好可能係有，因為後來居英權計劃可能佢5萬個家庭之一，到而家我哋冇人知道嘅。咁但係咧喺密資料裏邊有一個重要嘅資料咧。我哋而家先知道，原來李嘉誠咧唔係爭取自己入籍英國咁簡單，咁有錢嘅人攞咩國家護照都得啦，用投資移民，而係為香港人爭取英國護照。喺1989年嘅3月20號，李嘉誠咧呢個檔案專係叫李嘉誠黨嘅，李嘉誠咧就係同呢個戴卓爾咧係爭取爭取會面。3月21日咧喺首相府裏邊見到戴卓爾夫人。當時咧係有一個活動啦，一個活動就係呢個嘅作為英國屬土公民 BDTC， 除非李嘉誠喺英國居住一段時間，否則咧無權申請英國公民護照。呢個係根據1981年啊嘛，當時英國嘅文件
外交聯邦大臣裏邊嘅記錄就係咁啦。呢個叫Robert Preece 呢個人咧就係咁寫嘅。咁但係咧英國政府咧係咪考慮可以酌情咧將李嘉誠居英5年縮減為居英2年咧？當時英國政府內部咧就係有討論嘅。不過咧李嘉誠重點就係咩？重點咧就係佢向呢個嘅戴卓爾表示，香港嘅政治環境咧唔令人鼓舞啊，前景咧好擔憂，好多人移民去加拿大、移民去澳洲、移民去美國，嚟緊移民去外國嘅人咧越嚟越多啦。留意嗰陣時係89年嘅3月21號啊嘛。李嘉誠又話啦，不久之前咧葡萄牙政府向超過10萬名嘅澳門居民提供葡國護照啊。喂，呢樣嘢咧令到好多香港人好反感喎。喂，認為葡萄牙人對澳門人咧就夠道義啦，英國人對香港唔夠道義喎。但係正如頭先我引用嗰啲解密文件，見到周南係如何強硬地對付呢個嘅 BDTC 呢個問題㗎啦嚇。咁李嘉誠咧就認為好荒謬啊咁樣做嚇，認為咧澳門人咧同埋獲發法國護照嘅人咧幾年內啊就可以去到英國當地居住啦。因為你澳門人攞咗葡國嘅護照，你就可以去英國居住嘛。反而效忠英國嘅香港人唔可以。呢個係李嘉誠咧係質疑戴卓爾夫人，亦都同時間係為香港人爭取緊 BDTC 平權喎。戴卓爾夫人當時就回應啦，佢話咧如果英國政府隨意向香港人發出護照嘅話咧，中方就會指責佢破壞中英聯合聲明。所以戴卓爾夫人就解釋咗，佢冇可能咁做，中方係唔同意，中方一唔同意，香港就冇辦法平穩過渡啊！李嘉誠又話啦，佢當然唔係希望啊，所有嘅香港人啊都獲得英國人嘅慷慨發放啦，但係如果較年輕嘅商界人士、公務員呢，係獲得呢個嘅英國護照呢，佢哋會更願意留喺香港。佢為香港嘅年輕人呢，同埋為香港嘅公務員爭取，當時仲未有居英權計劃㗎，留意啊！咁所以李嘉誠咧表示啦，佢已經同咗呢個英國貿易同工業大臣討論咗佢個人嘅情況啊。戴卓爾亦都咧同內政大臣咧韓達德提及到咧李嘉誠係有興趣落得公民資格。咁呢件事咧喺3月21號啊，8日之後就3月27號，李嘉誠再寫信俾戴卓爾多謝佢見面啦。喺信裏邊咧就話感謝你聽取我對護照問題嘅意見，呢個係廣受關注嘅課題啊。雖然咧冇人期望英國人會打開大門，亦都冇國家會咁做啊，但係用酌情權咧就可以令到咧喺香港嘅資金可以落戶英國，哇！即係咧帝國還鄉啊。所以啦，從呢個資料裏邊睇到咧，李嘉誠係至少為香港嘅年輕人、商界人士同埋為香港嘅公務員咧係爭取過嘅咁我哋後來好多解密檔案都知啦呢個解密檔案都知道李嘉誠咧係對北京係極不信任。咁由和黃嘅前大班咧李嘉誠嘅身邊嘅親密嘅人啦，亦都寫信俾英國政府指李嘉誠強烈反共嘅咁呢個好正常啊。如果唔反共，點解要嚟香港咧？係咪啊？就係因為即係地主階級受到壓迫，做生意嗰啲先會嚟香港啊嘛。所以嚟香港做生意唔反共嘅呢個係解釋唔到嘅佢哋表面上可以係親共嘅，因為做生意啊嘛，但骨子裏應該都係反共嘅。所以李嘉誠又話啦即係呢個和黃嘅大班話，李嘉誠雖然同北京關係好，但係做生意嘅時候都會忠於自己嘅呢個李嘉誠啊喺和黃大班寫信俾英國嘅檔案文件裏邊咧，就睇到87年嘅時候和黃大班就係咁寫嘅。咁好啦，呢個資料就好清楚，而家已經睇晒。咁anyway 咧，我哋討論歷史問題就唔好抽空討論啊嘛，就回到現實去討論。所以我就話一分材料一分話就咁解啦。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啦，收費平台 Patreon 仲有獨家資料Join 會員就可以優先睇影片，亦都有聲音檔，亦都有獨家資料。YouTube 會員亦都歡迎大家參加，多謝，拜拜。